奥林匹克运动会最早起源于古希腊，是当时各城邦之间的公开较量，因为举办地在奥林匹亚而得名。当时奥运会各个项目获胜者的奖品是以橄榄枝编成的花环，为得胜者加冕，用以代表获胜的莫大荣誉。在奥运会举行期间，各城邦之间互不交战，久而久之，橄榄枝就成了和平的象征。因此，奥运会虽然到了现代，仍然是各国最重要的运动竞技活动，但其主要的精神还是以世界和平为主。由古希腊的时代快进到现代，奥运会历经了许多变化。发生变化的许多事情之一，就是象征无上荣誉的古老的花环被金牌、银牌和铜牌取代了，但这并不意味它们失去了任何意义。事实上，这些奖牌不仅仅是体育成就的标志，也是民族自豪感的标志。所以今天让我们探讨一下这一点，以及它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奥运奖牌的设计和内含金属成分的调配，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告诉你，赢得奥运奖牌是一项巨大的荣誉。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制作和设计奥运奖牌的机会也是一件大事。这就是为什么这两件事都是由主办国最好的艺术家和铸币厂完成的。除了夏季奥运会奖牌的正面设计外，奖牌背面的设计每年都有所不同，通常由主要艺术家之间的比赛决定，并且奖牌的制作者必须得到奥委会的批准。私人承包商和工匠也总是想参与其中。在大多数情况下，该过程是由一个国家的国家造币厂完成，也就是这个国家制作所有国家货币以及纪念币的专属机构。最后一旦决定负责制作奖牌的单位，我们就可以从规划阶段进入模型的实际制作了。从这里展开制作奖牌的第一个步骤，要将制作奖牌的草图转换成实际可以使用的金属奖牌。艺术家将开始致力于创建数位 3D 图稿，以便打造模型，然后使用这些模型，好尽量把实体的奖牌所需的更细致并完美的设计图设定样稿，然后才把这个图稿发送到下一站，也就是打造模具，通常雕刻或冲压的其他牌匾或金属装饰品。因为每次奥运会都会制造产出数千个奖牌，制造这些奖牌的唯一实用方法就是使用灌注熔金属进入模具，形成铸造的粗胚。要制造模具，工作人员首先会使用 3D 数位图像来建构粘土模型，创建精确的复制品。选择这种粘土是因为它可以用相对较少的努力就可雕刻出许多的细节，而在此同时，它还不会丧失既有的形状。以这种粘土所雕塑创建模型之后，然后将这些粘土模型干燥、固化，并使用 3D 扫描仪再次扫描，将 3D 的图样传输到 3D 列印机上，从而创建最终的模具。谈到这里，就给我们带来了有关奥运奖牌的可能是最常见的问题，那就是这些奖牌是用什么材料构成的。所以这就让我们来谈谈构成奖牌的基本材质。由于奖牌的字面意思是根据它们制成的材料而命名，所以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金牌、银牌和铜牌是由纯金、纯银和青铜所制作，但实际上这种观念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即使纯度较低，用纯金制作金牌，这会使得每一枚直径近85毫米的奖牌重达近500公克半公斤，并使用了价值超过25000美元的黄金。请考虑材料成本，这就是为什么金牌实际上是由92%至95%的纯银以及5%的纯金所构成的合金奖牌。金牌的表面还有一层额外的镀金，以增加亮度。至于铜牌，则是由95%的铜及3%的锌所合成，其中更添加了2%的纯银，好增加其光亮度及保存期。3种奖牌当中，只有银牌是名副其实的奖牌，全由100%的纯银制成。总而言之，奖牌确切的重量每年都会发生变化，从而带来每种金属的材料成本，使得制造金牌的成本约为600美元，银牌的价格约为300美元，铜牌的成本则为220美元。奖牌金属材料的来源，最近几年以来，由于环保意识的崛起日渐增长，越来越多的回收和纯化金属材料被使用在奖牌的制作上。铜牌的铜来自废弃的电气设备，
而银则来自回收的镜子和 X 光的负片胶膜上。至于金牌里所用的黄金，2020年东京奥运会实际上创造了奥运会有史以来的最佳展示。通过从废弃的电子设备，如笔记型电脑、手机和其他数位产品，几乎所有奖牌使用的黄金都是从这些废料中采集而来。这些设备被仔细拆解、分类、融化之后，萃取出制造奖牌所需的黄金，最终带来了我们铸造奖牌的最后阶段。首先，各种金属被小心地融化，并在巨型工业熔炉中以正确的比例混合，但不是将其倒入大型铸件中，而是将融化的金属慢慢倒入奖牌的铸造模具中，然后封上模具，将铸造模具静置等待冷却。等到铸造模具中的金属被冷却和凝固之后，就可以再进入下一步骤了，那就是奖牌的精细修整的部分。由于灌浆铸模而成的奖牌表面比较粗糙，所以在超级受控环境中再度加以精修是必要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奖牌在脱去模具之后几乎都已完美成型了。但只是为了确保完美的制成品，工匠们还要仔细检查每块奖牌是否有任何裂缝、任何不良的细节，或是不需要的金属残留碎片。工匠们都会以精细的手工将它们移除。如果出现难以消除的故障，就直接将奖牌投入熔炉，从头再来一遍。如果是通过了此项测试的奖牌，就可以继续下一步的加工了，那就是细微处理奖章的表层。尽管奖牌是由高纯度的金属铸造而成的合金，它们的表面仍可能包含了一些杂质，这些杂质可能会在奖牌的表面形成一些瑕疵，最后在使用过程中呈现出来。而对于像这些奖牌这样重要的物品，这是绝对不容许发生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一旦这些奖牌经过冷却并清洁后，它们就会被放入一个由硫酸和其他化学物质混合的水池中，经过这个化学浴之后，再以机械布轮抛光，这样就可以去除金属表面的任何瑕疵和所有杂质。经过这道工序后，奖牌的制作就快要完工了。金牌与银牌的这种化学浴的药水配方是相同的，至于铜牌则需要不同的化学药浴配方，它们需要经过特殊配方和不同的处理方式，才能达成光辉闪亮的效果。等这些奖牌都准备好了，就将进行下一步骤，那就是表层电镀。电镀的目的是要让奖牌的表层看来更亮丽。首先，泡过化学药浴的奖牌会经过冷水全面的冲洗，以便冲掉奖牌可能在空气中沾到的灰尘，这会影响奖牌表层电镀的效果。以银牌为例，首先对银牌表面进行化学处理，再于其表面缎镀上一层极薄的镍层，这可以帮助银原子粒更匀称地附着在奖牌的表面。在再次冲洗和清洁之后，就进入最后的镀银过程。奖牌被连接到电路正负两极的电源上，正极连接银锭，负极连接奖牌，然后将二者都浸泡在电解水槽之中。当我们连接上电源之后，正负两极之间的电压差会导致银原子随电流慢慢的由银锭抽离，并以完美均匀的薄层附着在奖牌的表层上。当这个过程完成时，我们就会拥有完全干净的奖牌，甚至不需要抛光或处理，看起来就已经很漂亮了。因此，随着奖牌的底座完成之后，我们可以继续进行下一步了，即雕刻和添加最终细节。在同年度的夏季与冬季奥运会，在奖牌的制造过程中发生最大变化的部分，奥委会在奖牌的设计图像上保留了奖牌正面图像的内容，也就是奈吉，希腊神话里的胜利女神。这真会让人回想起最初的奥运会。但对于这些奖牌的背面，主办的国家可以设计任何款式的形象，包括2014年俄罗斯索契奥运会上的水晶拼凑物，或1998年日本长野奥运会上的漆器型涂料等等，任何类型的添加。有时还会在奖牌上添加全新的材料，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整个奖牌的设计以金包玉的形态展现，比如说金牌中央有一个白色玉环，银牌的浅色玉环和铜牌的深色玉环。所有这些物件以及任何其他的图案都被添加到金属奖牌之中，添加之后才算完成它们完整的组装，最后由机器进行精微雕刻，用来显示奖牌属于哪个类别和运动。这里有一个与大众观点不同的地方是，奖牌上从来没有刻上获胜者的名字，
制作奖牌的最后阶段就是完成此任务。奖牌必须附加在一条丝带上，丝带也是作为此项比赛的一部分设计。到了此阶段，才算完成了整个奖牌的制作。奖牌在比赛前会被包装在单独的木盒中，里面铺有软布，以保护奖牌的表面不被刮伤，好授予获胜者保存留念。在这里聊了奥运会奖牌制作的完整过程。其实制作一面奖牌只要48小时，却代表了选手们以一生的努力所挣得的荣耀。祝愿最有能力的人能得到这最深切的荣耀与肯定。我们下回再见咯。